龙神斗罗穆恩，你没有死！帝天十分震惊，原本强势的气息似乎也被遏制住几分。帝天，就算我死了，我也会一直守护着史莱克。史莱克不容亵渎。你不要忘记，我们史莱克学院初代7怪都已经升天成神，你胆敢冒大不韪，率领兽潮来攻，就不怕天谴吗？到了你这修为，应该明白，神界是真正存在的。苍老的声音中明显带着几分怒意。玄老化身的饕餮神牛此时也稳定了下来，他身上的多处伤痕都在那金色巨龙的护佑下迅速愈合着。咦，原来你果然是死了，只是用特殊的方法保留下了自己的部分灵魂和实力。穆恩，就算你还活着，也别想挡住本座。神界存在又如何？他们难道还会直接干涉大陆的局面吗？我本也没打算成神，何惧之有？我就让你形神俱灭，以报3眼金泥献祭之恨。一边说着，帝天仰天怒吼一声，全身黑色鳞片都泛起一层层紫光。玄子，饕餮！穆老的声音充满了威严，而他的出现也令史莱克城笼罩上了一层柔和的金光。老师！已经腾身入空的严少哲在这一刻不禁泪流满面，就那么在空中跪拜下来。海神阁诸位宿老无不微微躬身，向那虽然肉身死去却依旧守护着史莱克的龙神斗罗躬身行礼。是的，穆老并没有完全死去。当初玄老悄悄告诉霍雨浩，让他从悲伤中走出来的也正是如此。穆老肉身死去，但他毕竟是极限斗罗，历代极限斗罗都能够将自己的魂力和部分灵魂强行留住在黄金树之中，与黄金树共生。以极限斗罗的修为，至少可以在黄金树内驻留100年，然后才逐渐被黄金树吸收，成为他的养分。在极限斗罗之中，并不是每一位都选择这么做的，毕竟这样一来，灵魂就将无法转生，最终只能与黄金树融为一体。可穆老却选择了这条没有未来的路，因为他早已感觉到，在这100年中，史莱克恐怕不止一次要面临劫难。当初他曾经因为叶溪水做过错事，他要守护史莱克，用自己最后残存的力量也要守护。穆老生性豁达，在他看来，灵魂转生又如何？前世的一切都将忘却，哪怕转生是真的，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更何况他本来就不太相信灵魂转生这件事，说不定依附于神奇的黄金树还能有一丝机会保留神智。毕竟论修为，穆老至少是1000年来史莱克学院的最强者。正是因为如此，穆老的灵魂烙印以及他自身的魂力就都留在了黄金树内。只不过没有了肉体的他，自然也不可能完全发挥出当年龙神斗罗的修为，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守护史莱克的决心。而且在所有史莱克学院的强者之中，只有他最熟悉帝天，也最熟悉整个史莱克。他的出现立刻令史莱克极度不利的局面发生了极大的改观。玄老听到穆老的指挥，精神大振，饕餮神牛仰天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全身黄光大盛，脚下祥云再起，重新朝着空中飞去。与此同时，穆老化身的光明圣龙也化为一道流光，朝着玄老的身体盘旋而去，就那么席卷而上。强烈的金光疯狂地朝着玄老体内进入，饕餮神牛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奇异的变化，原本土属性的黄色渐渐变成了明亮的金色，土属性和光明属性极其完美的融合着，大量的金色鳞片从它身上生长而出，头上的螺旋状牛角也开始变得弯曲，呈现出鹿角的形态。4只的牛蹄渐渐变成人手的样子，在它的2边腋下各自多了一只巨大的眼眸，面部则是变得纤细起来。玄老的容颜出现，只是他的眼神之中却有着属于穆老的那份威严。身体缩小了一些，看上去不再像牛，反而有些像羊的模样。头颅变得极其巨大，尤其是嘴部更是大得出奇，略微张开，露出如同利剑一般的虎齿。羊身人面，虎齿人爪。这一刻，玄老已经不再是饕餮神牛，当他的武魂被穆老用另类方式融合，龙的血脉提纯，此时已经化身为龙生9子中的饕餮。龙神分裂，化身金龙王和银龙王，他们分别继承了龙神肉体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而龙神在分裂之前曾经生育有9子，他们也都传承了龙神的部分能力与血脉，其中有的是地龙之祖，有的是飞龙之首，有的进入深渊，有的沉睡于火山。龙的9子是没办法再孕育后代的，但他们曾经强极一时，在金龙王和银龙王还处于幼年之中的时候，带领龙族统治者斗罗大陆。后来龙的9子先后死去，他们的血脉也都是呈现为部分传承，流传于后世。而龙族的统治也从当初金龙王的意外死亡而终止，银龙王失踪，龙族群龙无首，最终被他们统治着的魂兽强者群起反抗，最终推翻。但是哪怕是时至今日，龙族的强大始终是被人类和魂兽共同认可的。在人类的历史记载中，史学家们始终认为龙族统治之所以结束，
并不是因为当初反抗他们的魂兽有多么强大，而是因为龙族自身的血脉传承出现了问题。最纯粹的龙族血脉几乎没有传承下来，再加上龙族那极为困难的生育能力，在不能保持一定数量的情况下，这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尽管如此，龙族残存的一些血脉依旧强势，譬如眼前的金眼黑龙王帝天，不就是如此吗？他既不是金龙王、银龙王那样的龙神分身，也不是龙神孕育的9个儿子，可是他却依旧能够成为当今天下的第一凶兽。龙族在远古时代的实力可想而知。此时此刻，玄老所化身的这羊身人面、虎齿人爪的模样，正是龙神孕育9子之中的第5子饕餮。想要对付有80万年以上修为的金眼黑龙王帝天，谈何容易？当初穆老实力完全的时候都做不到，更别说现在了。穆老在离世之前确立了玄老为自己的接班人，事实上在海神阁内部是曾经略有争议的。没错，玄老在实力上却是除了穆老之外的最强者，但他嗜酒如命，不修边幅，在学院的管理方面却远远不如宋老。因此有数位宿老都曾经建议，应该由宋老继承海神阁阁主的位置，掌控学院。但是穆老却用了一个理由力排众议，最终确定下了玄老的海神阁主地位，那就是玄老武魂的血脉。100年前穆老败于金眼黑龙王帝天之手后，他就曾经深思熟虑过，以帝天还在极限斗罗之上的实力，一脚已经踏入半神领域的存在，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克制他呢？金眼黑龙王血脉已经令帝天站在了斗罗大陆生物链的最顶端，想要在血脉上超越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帝天自身的能力乃是极致黑暗，哪怕是霍雨浩的极致之兵都无法克制他。100年前的穆老又怎会知道自己未来会有一位拥有极致之兵的弟子？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寄予希望，因为除非霍雨浩也修炼到极限斗罗的水准，否则依旧没办法和帝天抗衡。从那时候开始，穆老就全力培养玄老了。想要克制帝天，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他的血脉上下手。帝天的血脉再强，他也属于龙族一脉，而在龙族之中，血脉还能凌驾于他之上的，就只有金、银2大龙王以及龙生9子。玄老的武魂饕餮神牛之中就蕴含了龙神第5子饕餮的部分血脉，只是这些血脉并不完全，虽然已经很强，但和帝天相比却差了许多。穆老和玄老之间本来是无法施展武魂融合技的，但是当穆老的生命走到尽头，只剩下灵魂之力和部分魂力之后，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穆老以他极限斗罗的精神力加上自身强大的魂力，在没有肉身的情况下进入玄老体内，强行压制他武魂中属于牛的那一部分，全力将饕餮的血脉激发出来，这就产生了眼前这一幕景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玄老就像是饕餮降临一般，哪怕是以兽神帝天的实力，眼看着玄老身上出现的变化后，也是大吃一惊。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数十万年，虽说80万年的修为有部分是他通过各种方式提升的，但要说他是这个大陆上最古老的魂兽之一，也绝对没人会反对。当初他是亲眼见过龙神9子的，自然认得出这饕餮的模样。一时间，帝天不禁有些发愣，脑海中也随之回想起了数十万年前龙族统治着整个斗罗大陆的壮观景象。饕餮叔叔，真的是饕餮叔叔吗？帝天那金眼黑龙王庞大的身体轻微的颤抖起来，情绪骤然变得激动了。骤然看到自己同族当年的大能，哪怕以帝天这样的修为，都忍不住情绪大动。但他紧接着就反应了过来，不，你不是饕餮叔叔，混蛋，你们竟然胆敢亵渎！帝天怒吼一声，庞大的身躯上鳞片竟然片片竖立，一双金色眼眸中紫光缭绕，原本给下方世界带来一片黑暗的乌云，也在刹那间变成紫色，整个天空都有了崩塌般的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要在他的暴怒下毁灭了似的。这才是兽神帝天真正的实力，那是真正足以毁天灭地的恐怖威能啊！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史莱克城城东一道金光笔直的升天气正好落在化身饕餮的玄老身上，金光照耀在他身上后向外反射，化为一层柔和的金色光照，把整个史莱克学院全部笼罩在内，任由空中兽神威能肆虐，也无法侵入史莱克城上空500米范围内一分一毫。就连冲击到史莱克城附近的魂兽大军，也都被一股柔和的光幕弹开，再也无法前进半步。这就是来自于黄金树的力量，在穆老的引动下，黄金树之魂爆发。历代海神阁主之中，总有一些最终选择与黄金树融合的，在他们的力量滋养下，黄金树不止庇佑着海神阁，也庇佑着整个史莱克学院，乃至于史莱克城。那是万年沉淀的力量，虽然只有在史莱克城范围内才能引动它的力量，但作为史莱克最终极的守护者，它的存在就算是兽神帝天的力量也无法直接撼动。如果说兽神帝天乃是一只脚跨入半神级别的话，那么
史莱克学院内院的黄金树，从自身蕴含的庞大魂力和能量来看，本身就已经是半神境界，只不过它本身没有神智，而且消耗之后恢复的速度也远远不如人类和魂兽罢了。当年第一次受潮的时候，因为有本体宗这个强援，黄金树始终没有被引动。可现在这种情况，穆老已经顾不得许多了。否则的话，要是让兽神帝天直接攻击史莱克城，哪怕只有一次，也是生灵涂炭的局面。黄金树的力量不只是护住了史莱克，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玄老体内饕餮血脉的激发。饕餮的身躯在黄金树能量注入下，玄老与穆老的力量终于完成了最后阶段的融合。一时间，饕餮全身金光大放，帝天的力量令天空塌陷，而他身上散发出的金色却将那塌陷的空间一一补上。在那紫黑色的恐怖威能压制下，金色却坚定，持续的向外扩张。饕餮的身体也渐渐变大，气息更是持续攀升，不但顶住了帝天，更是隐隐有要反压制的味道。兽神似乎感受到了什么，怒声咆哮，庞大的身躯在空中用力摆动，巨大的双翼张开，身上竖起的鳞片光芒突然暗淡了一下，紧接着光芒骤然向外膨胀。顿时天空出现了短暂的凝滞，先前那所有塌陷的天空处都出现了一道道紫色裂痕，裂痕之中一颗颗巨大的龙头从里面探了出来，每一颗都和帝天一模一样。它们张开大嘴，一道道恐怖的紫黑色龙炎直奔饕餮那持续膨胀的身体喷吐而来。万龙焰，帝天的拿手绝学，这一击是完全可以轻易抹掉一座城市的恐怖威能啊！但是穆老早在100年前就开始准备对付帝天的能力，又岂是那么容易被破掉的？饕餮那已经膨胀的超过了帝天的庞大身躯缓缓仰头，龙口骤然张开，发出一声滔天怒吼。身为龙神9子之一，饕餮的血脉自然要比金眼黑龙王帝天更加接近龙神。这一声威严的怒吼，不只是令天空中正在喷吐龙炎的所有黑色龙头全部停顿了一下，更让地面上所有带有龙族血脉的魂兽瞬间匍匐在地，全身颤抖着，不敢有丝毫反抗意念。一团浓烈的金光骤然从饕餮怒吼着的大嘴中喷吐而出，但这金光却并不是喷向帝天的，而是迅速在空中张开，化为一个直径超过1000米的巨大头颅，和饕餮自身一模一样的头颅。那金色的大嘴张开，面对喷吐而来的万龙焰，做出了一个吞吸的动作。顿时，那一道道紫黑色龙炎全部被吞吸到了那大口之中，恐怖的吸扯力更是令那一道道裂缝中出现的黑龙头仿佛要被吸出来似的。帝天大吃一惊，双翼用力一拍，庞大的身躯调转，龙尾横甩而出，带着恐怖的破空之势，直接抽击在了饕餮那金色光影的侧面。但是他还是小看了玄老和穆老联手所化的这饕餮之力。当初真正的龙神第5子饕餮，也就是和现在帝天的实力相差无几，最多之是血脉上更加纯净几分罢了。而现在穆老凭借黄金树之中纯粹的能量，加上他自己和穆老的魂力激发出的饕餮之威，却已经极其接近半神了，甚至比当初的饕餮本体还要更强。饕餮最擅长的就是吞吃，他对美食有着极其偏执的爱好，因此他的能力也和吞吃有着极大的关系。论消化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能和他相比的了。万龙焰被金色饕餮大头吞入之后，竟然很快就化为一团团紫黑色漩涡，清晰可见的在那金光中消逝。兽神帝天的龙尾巴甩过来的时候，饕餮金色大头猛然向旁边一扭，大口张开，顿时咬住了帝天的尾巴。那么强势的抽击被硬生生的阻断，而且帝天从尾巴开始，超过1/3的身体都被饕餮吞入口中。吼！帝天大怒，身体顿时拼命的挣扎起来，想要从饕餮口中脱出，但是饕餮的力量却超出了他的判断，任由他如何用力，却怎么都无法甩脱开来。饕餮本体突然升起金光万丈，与那巨大的饕餮金色头颅融合为一，金光持续暴涨，居然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将帝天的身体向内吞噬。帝天愤怒的大叫道：“你们以为凭借这临时提升起来的力量困住本座，就能避免此次的灾难吗？你们做梦！就算你们能困住本座一时，也绝对不能持续太长的时间。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力量来守护史莱克。星斗所属，进攻！给我进攻！摧毁眼前的城市！杀！”伴随着帝天的最后一声嘶吼，他那庞大的身躯终究还是被饕餮完全吞噬了进去。金光闪耀，天空中完全变成了一片金色。但是来自于下方黄金树的金光似乎也已经被完全抽空了似的，遁入空中消失不见。下方守护着史莱克城的金色也随之消失了。刚才这一幕恢宏大战，着实是震惊了所有人类和魂兽们。这可是真正大陆上最巅峰的对决啊！双方最终调动的力量都已经完全超越了巅峰斗罗。史莱克学院凭借着万年积淀的底蕴，最终还是暂时封印住了兽神帝天，但毫无疑问的，
玄老和穆老的力量也全部处于封印之中。至于能够封印这位兽神多长时间，就很难说了。尽管如此，史莱克展现出了在最高端力量上不逊于星斗大森林的实力后，对于整个史莱克城的士气有着巨大的好处。帝天最后的咆哮给星斗大森林的兽潮下达了终极命令。黄金树守护的光照消失，顿时万兽狂奔，朝着城头方向而来。诸葛神弩炮连射，放！石心低沉的怒吼着。远处，宋老凭借着他的速度重新开始骚扰翡翠天鹅，而在星斗大森林一方，一道道庞大的身影也已经冲入空中去守护翡翠天鹅。双方的高端战力在一开始就发生了碰撞。诸葛神弩炮再次发出了怒吼，数百道高爆弹从空中急速轰击而出。石心的指挥非常到位，诸葛神弩炮并不是轰击最前面魂兽的，而是略微向后一些，这样对魂兽就会有截断的效果。而且这一次诸葛神弩炮是全面发力，接连3轮发射，超过1600枚高爆弹，分成3波，先后只是间隔了不到5秒钟就全部覆盖了出去。魂兽们有了先前的教训，也不会再那么被动挨打了。一些修为超过万年的魂兽，眼看着高爆弹从城头上发射出来，立刻就各自施展自己的天赋魂技，朝着高爆弹展开迎击。不少高爆弹在空中炸开，没有落入魂兽大军之中。但是石心这一波攻击着实很辣，诸葛神弩炮连续发射3轮，攻击强度就相当于先前的3倍。猝不及防之下，魂兽大军还是吃了大亏，接近2/3的高爆弹还是落入了魂兽群中。剧烈的爆炸声震荡的整个史莱克城似乎都在发出嗡鸣和呻吟。恐怖的大爆炸令大地为之颤抖，魂兽大军再次血肉横飞。看到这一幕，翡翠天鹅碧姬的俏脸上也是蒙上了一层寒霜，不顾宋老的骚扰，硬是施展出了一个群体治疗能力，大片的碧光朝着爆炸的中心位置覆盖而去。但是宋老何等实力，在没有了空中帝天的威胁之后，趁着碧姬施展群体治疗，青光闪烁间，碧姬的右臂上就已经多了一道伤口。守护在碧姬身边的4只10万年魂兽同时怒吼出声，高烈度的攻击朝着宋老疯狂覆盖。但是宋老的速度实在是太可怕了，作为史莱克速度方面的第一人，他那轻影神影武魂发挥到极致，在空中只能看到青光闪烁，众位魂兽大能却根本连他的身影都无法看清楚，只能任由他骚扰。宋老用自己的行动给所有史莱克学院的魂师们上了一课，真正的敏攻系魂师应该怎样战斗。论实力，宋老当然不可能和这么多强大的魂兽加起来相比，但是他却将自身速度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求伤敌，但求骚扰。你要是不理他，他那强悍的攻击力足以致命，理他吧，你的攻击又根本无法落到实处，只能小心提防。一时间，令以碧姬为首的众位魂兽大能头疼不已。碧姬的治疗到位很及时，拯救了不少魂兽的生命，但是那么多高爆弹的集团轰击，还是瞬间蒸发了无数魂兽的生命，就连大地上也留下了一大片深深的弹坑，令后方的魂兽大军暂时受阻。魂兽就是魂兽，在智慧方面，他们和人类相比还是差了太多。过度的勇猛令前方的魂兽依旧朝着史莱克城城头的方向冲来，根本不顾后援，暂时被截断。这些凶猛的魂兽已经到了史莱克城下，他们立刻凭借着自己的身体优势，直接朝着城头上攀爬而来。城头上，史莱克的强者们早已严阵以待，3000名魂师之中，1000名集体上前，每个人肩膀上都扛着魂导射线枪，上千道魂导射线就那么从城头倾泻而下，扫荡着向上攀爬的魂兽们。先前说过，冲在最前面的都是修为较弱的魂兽，在他们之中，擅长远程攻击的本就较少，就算有，史莱克城城头上那么多大能，自然也会轻易阻挡住。可他们却要用身体来对抗魂导射线，一时间，魂兽浪潮硬生生地被魂导射线压制，魂兽们在惨叫中不断从城墙上跌落，而他们的利爪却只能在坚实的城墙上留下一道道白痕。诸葛神弩炮也借着这个机会得以冷却，等后面的魂兽冲上来的时候，最先冲在前面的魂兽已经死伤的七七八八，而史莱克城方面却是完全无损的状态。有些新加入不久的史莱克城防军刚开始时，面对如此规模的兽潮，难免紧张。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魂兽大军伤亡惨重，他们却毫发无伤之后，他们的信心也渐渐被建立了起来。此时，唐门众人早已来到了城头，以贝贝为首，他们与严少哲院长汇合在一起。严院长，向您报道。贝贝带着唐门众人快步来到严少哲面前，恭敬行礼。严少哲沉声道：“来了就好，你们在这里准备做后备力量吧，记住，不要离开我太远。这一次，你们唐门的诸葛神弩炮可是立下大功了。你们看看。”严少哲此时眼中也闪烁着有些亢奋的光芒，他的亢奋当然不是因为击杀了大量的魂兽，而是因为穆老的出现啊！穆老没死，灵魂永存，对于他来说，就像是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聆听老师教诲一般。尤其是穆老和玄老联手，终于在空中暂时封印住了帝天，这就给史莱克学院众人建立了极大的信心。面对那恐怖兽潮，史莱克城这边完全没有处于劣势。贝贝苦笑道：“严院长，我们其实是来请罪的。”严少哲愣了一下，立刻意识到了什么，右手一抬，一道魂力就扩张开来，将他和贝贝笼罩在内，隔绝了外面的声音。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严少哲沉声问道。贝贝苦笑道：“刚才我们在来城头的路上，碰到了从日月帝国那边赶回来的南秋秋，就是上次我们从名都带回来那位地龙门少主。这次他和他的母亲地龙门主南水水前辈一起回来了。”南秋秋，南水水。严少哲先是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你说的是宇浩返回日升城去救的那两位，他们回来了。宇浩呢？宇浩怎么样？有没有事？对于史莱克学院来说，霍宇浩实在是太重要了，隔代海神阁主啊，未来是要接替严少哲的。而且霍宇浩的极致之兵武魂，还有他研究出的魂灵，对于学院未来都是重中之重。贝贝此时都有些不知道该兴奋还是该郁闷了。他们刚才一路而来，正好在路上碰到了返回史莱克城的南水水和南秋秋母女，一边向这边来，南秋秋就将他们和霍宇浩后来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听了他们的讲述，贝贝足足愣神了半分钟，这才迫不及待地带领着伙伴们上城而来。星斗大森林发动兽潮了，而这个始作俑者竟然是宇浩。听完贝贝的讲述，严少哲的反应几乎跟之前的贝贝一模一样，站在那里呆呆发愣。王秋儿竟然会是帝皇瑞兽三眼金尼所化人形，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连我们这些封号斗罗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和人类不一样的地方啊！不愧是帝皇瑞兽。宇浩呢？他什么时候回来？严少哲震惊之下，迅速向贝贝问道。贝贝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听南水水前辈说，宇浩当时说是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做完就回来。他应该是能够猜到星斗大森林这边会有所行动，以他的聪明，就算是受到了秋儿之死的打击，也应该会第一时间赶回来才对。我估计他应该是有什么办法来帮助我们对抗兽潮了。严院长，这件事我们唐门责无旁贷，我们愿意倾尽全宗门的力量帮助学院抵抗兽潮，只求您在玄老面前美言几句。这个也不是宇浩想的，他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且他完全是被动的。严少哲突然抬起手打断了贝贝的话，不让他再说下去。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先打退兽潮再说。而且我有说怪宇浩吗？这对他来说只能算是一份机缘，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会责怪他？他本就得天独厚，这次又得到了命运神兽的力量，必然会更快的成长起来。对学院来说，是好是坏还很难判定，一切都等他回来之后再说吧。而且就算没有这次的事情做引子，你以为兽神帝天就会沉寂下去吗？星斗大森林的实力这些年来一直持续膨胀，10万年魂兽数量大增，整体实力也是几乎达到了这片大森林存在以来的最巅峰。今眼黑龙王是枭雄，其实学院早就猜到有一天他会不甘寂寞的，只不过因为帝皇瑞兽之死，这个过程提前了而已。帝皇瑞兽死了，星斗大森林未来提升的空间也就被大大的压缩了，这对全人类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现在就看我们怎么应对过这一次的危机了。听严少哲这么一说，贝贝顿时放心了许多。严院长的态度也就基本代表了学院方面，只要他们不责怪是宇浩带来的这场灾难，贝贝也就满足了。严院长，那现在需要我们做点什么？贝贝眼神凝滞，沉声问道。严少哲道：战斗方面暂时还用不到你们，你不是说要调集你们唐门的力量帮助学院吗？那你们唐门这些人现在就负责把你们唐门的魂导器还有装备弄上来，负责整个的调配工作，配合实心。是。贝贝赶忙答应一声，立刻转过身向伙伴们比了个手势。关于霍宇浩的事，徐三石他们也都听说了，对于学院的意见他们也都十分忐忑。此时看贝贝转过身来流露出的脸色，这才都放心了几分。从贝贝的模样看，至少现在学院方面还没有对宇浩有什么想法。走，我们去调集宗门的魂导器，所有密封奶瓶全都拿出来，还有我们最新研制的各种魂导器。贝贝毫不吝惜地吩咐了下去。就像霍宇浩对史莱克学院重要一样，对唐门他同样重要，他是所有人的小兄弟，更是为了唐门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个时候，身为大师兄，贝贝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应对这次受潮的事件中，尽唐门所能立下一些功劳，为宇浩将功补过。战斗此时已经全面展开，魂兽大军并没有因为前面的损失而停止攻击，攻势依旧凶猛。石心坐镇南城中央，一条条命令不断下达。当诸葛神弩炮再次连射后，不得不进入更长冷却时间之后，大量的魂兽攀爬上城墙，
来自于远处魂兽的远程攻击也明显增强之后，石星立刻改变战术，魂导护罩开启，震爆弹放。城防军中站在最后方的魂师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根金属柱，他们迅速将手掌按在金属柱上，注入自己的魂力。顿时，一层青色光罩迅速从史莱克城头处向上升起，形成了一层强有力的隔绝。原本已经要攀上城头的魂兽们，在攀到城头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利爪突然无处受力了，顿时向下滑去。而那些远程攻击落在魂导护罩上，也是被纷纷化解。就在这时，史莱克城的南城墙上，在不起眼的位置，一个个孔洞突然裂开，一团团银白色的光芒瞬间扩散开来，强烈的震荡波向外爆发，几乎所有攀爬在城墙上的魂兽们都被这无数银色光芒组成的光网所覆盖，全身冒着银光跌落城头。以魂兽的身体素质，单纯是这样摔下去，自然不足以致命。那震荡弹的威力本来也只是暂时阻止住他们而已，但是当他们落下之后，自然就砸到了后面冲上来的魂兽身上。震荡弹的震荡力是可以传染的，一时间城下大量魂兽聚集在一起，而且还都受到了震荡弹的影响，暂时失去了攻击能力。投掷！石星面无表情的冷喝出声，一团团火球迅速从普通士兵手中投掷而下。这些可不是一般的火球，里面用特殊配方搭配了一些药物，全都是增强燃烧效果和燃烧粘性的高温燃烧弹。这是史莱克特制，而且只能用于守城。最重要的是，它在使用之前只需要点燃就行了，碰撞之后会炸开，将一定范围化为火海，并且可以持续燃烧良久。对于魂兽来说，绝大部分还是怕火的，就算火焰无法伤害到他们致死，本能的恐惧也会令他们慌乱。这些高温燃烧弹又是普通士兵就能够使用的，一时间上千枚高爆燃烧弹投掷到城下，顿时燃起一片火海。下面聚集在一起的魂兽们疯狂咆哮着，在火海挣扎中，甚至连伤害了其他魂兽也顾不得了。后面冲上来的魂兽面对那浓烈的高温，也不由得望而却步。史莱克城或许远远不如名都那么庞大，更没有魂导师军团，但是在这里却有着全大陆最优秀的魂导师，战斗力最强悍的史莱克城防军。当燃烧弹落下的时候，远处空中宋老的攻击烈度骤然增强了一个等级，硬是在多位10万年魂兽的围攻中，骚扰的翡翠天鹅碧姬无法施展大范围治疗魂技。魂兽们的远程攻击力其实并不弱，可惜的是，在星斗大森林中生活的魂兽多种多样，但以族群为单位生活的却十分稀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去怎样配合，哪怕是万年魂兽的远程攻击不能配合在一起，同时落上城头，对于魂导护罩的破坏也是有限的。史莱克学院这边依旧在严阵以待，眼前一时的优势并不能代表什么。兽潮看上去依旧无穷无尽，而且星斗大森林之中真正的强者还远远没有出战呢。魂兽疯狂冲击，城头上的史莱克城防军守卫的固若金汤，双方的战斗完全进入到了僵持状态。对于魂兽们来说，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消耗着史莱克城的储备。诸葛神弩炮的寿命是有限的，哪怕是有足够的冷却，在持续发射到一定程度后，内部核心法阵依旧会出现破损。定装魂导炮弹现在还没有被使用，那是史莱克的底牌。要说忙碌，最忙碌的反而是唐门众人，他们从石星这里得到了一支500名普通士兵组成的军队辅助，大量的物资正在从唐门迅速朝着南城这边运送过来。当战斗持续半个时辰后，石星眼看着自己背后的定装魂导炮弹都快堆成小山的时候，战争开始后，他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了笑容。这唐门真是底蕴丰厚，并且不遗余力啊！听说他们是在学院的支持下才成长到现在规模的，学院这笔投资真是值得了。进攻也有一段时间了，但魂导器的强势硬是压制着魂兽，根本无法攻上城头。兽潮依旧汹涌，但史莱克却如同坚实的礁石，任由浪涛多么剧烈，却总能将其挡住。不过宋老那边的情况却有些坚持不住了。史莱克这边，包括武神斗罗仙灵儿这位宋老的亲生女儿在内，都没有人前去支援，是因为他们根本就跟不上宋老的速度。以宋老的修为，随时都能脱离战场，但他们却不行。一旦被众多魂兽强者锁定，过去容易，回来可就难了。青光闪烁，天空中再次出现了那道绚丽的青色光线。下一瞬，宋老已经重新回到了史莱克城城头，化身人形。